党的20届三中全会针对经济等多领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闭幕1个月之际，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举行第5次会议，这是中美财经政策领域的一次重要对表，对美方加深理解和准确把握大会的政策精神，工作组宣布就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取得2项成果，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号发布的消息，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奈曼共同主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参会。中国人民银行与美财政部就在中美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签署了换文，互换了金融稳定联络人名单。这2项成果的取得，也是中美金融工作组成立以来的首次，有了可预期的合作框架和畅通的沟通渠道。一旦出现一些金融压力事件，双方就可以实现迅速联络沟通，避免误解，应对共同挑战。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工作组确定将继续定期举行会议，并举行更多的后续技术演练。根据中方公布的消息稿，中方在会议中对维护双方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提出了关切。对当前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而言，美国自身就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此前，美联储的大放水触发多国通胀，加息进程又不断扰动全球的股市、债市和汇市。此外，美国国债近期突破35万亿美元，占 GDP 比值超1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早些时候罕见地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破坏全球金融稳定。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加剧，美国对中国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金融制裁的风险其实是在增加的。这些措施其实是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的。美国的对华经贸、科技打压也是当前2国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有分析指，不管谁当选下一任总统，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这一点并不会发生改变。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进程。发展中美关系需要切实有力的行动。这次会议这些共识和框架，我觉得未来不管一个总统他上任，那么都可以为双方在中美在这个金融领域的持续合作呢奠定一定的基础。中美关系紧张也引发亚太国家担忧。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日前在其任内首个国情日演讲中，也专门提及美国大选的影响。黄循财表示，中美之间相互猜疑和互不信任的情况势必持续，这不仅影响双方关系，也影响国际贸易、安全和合作。观察指出，新加坡持续表达希望中美加强对话合作、控制竞争烈度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地区国家的主流想法。从4年前首次宣布赴美设厂以来，台积电已陆续规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3座工厂，累计投资高达650亿美元。但4年过去了，台积电的美国工厂还没有产出任何半导体产品，岛内舆论和美国舆论都对此强烈质疑。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家工厂于2021年动工，原定预计最早4纳米制程量产时间是2024年年底，但近日有美国媒体刊文质疑，很可能这一任务无法完成。而4年来，台积电又大量追加在美国的投资，使用2纳米制程技术的第2座工厂预计于2028年投产，第3座工厂则预计在2030年前投产。3座工厂累计投资额高达65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签署的芯片法案总价值也才550亿美元。虽然台积电投资巨大，但4年来在美国的发展却是公认的困难重重。在首家工厂建厂初期，台积电既派投资又送技术，还直接派遣上千名高级工程师携家带口前往美国。但管理方面的风险很快就显现。芯片制造业是出了名的连轴转行业，需要工程师随叫随到解决问题。但这遭到了美方人员的抵制。有美国雇员对当地媒体抱怨，很难在工厂长时间待下去，这直接导致投产延后至少1年。与美国雇员之间的矛盾也让台积电台湾方面的管理层担心。实际上，目前工厂尚未正式投产，工作量仍较轻。未来工厂达到满负荷生产的话，美国员工一旦不配合，将造成巨大损失。按照目前的雇佣比例，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2200人中有一半是美国雇员，未来将进一步升高本地雇佣比例。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面临的第2大挑战是劳动力竞争。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也在该地区扩建芯片工厂，招聘熟练工人，以增加产量，并获得比台积电多得多的美国政府补贴。虽然附近的大学都加强了电气工程等领域的教学，但这些人手显然不能满足需求。有舆论认为，未来英特尔等美国企业挖台积电墙角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实际上，台积电极有可能沦为美国芯片制造业的黄埔军校。台积电之所以4年都没有建成厂，实际上它的进度是被无限的拖慢了。它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基本上20年没有建立相关这个厂子的一个经验了。然后美国现在国内又面临一个劳动力的广泛的短缺。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说台积电，它到美国设厂，美国的劳工他进入台积电，他面临的是一种文化的冲击。那很多的这个美国劳工进入之后，他不理解企业的文化，不理解企业的工作时长，所以就会导致双方会面临一系列的矛盾。此外，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工厂还可能面临政治威胁。美国官员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切美国对台积电的依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不断强调，美国买的最先进芯片有92%来自台湾，所以台积电亚利桑那厂是美国努力降低对海外生产芯片依赖的一个试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在接受采访中直指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批评美国政府资助台湾的公司在美国生产芯片。实际上，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从特朗普的一些言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国内战略界它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芯片制造业作为自己的一个竞争对手。台湾岛内舆论对台积电赴美投资设厂也充满质疑，认为台积电赴美投资就是民进党在蔡英文时期向美国所纳的投名状，充满了政治算计，商业因素反而不在重点考虑之列。台湾地区前经济部门负责人尹启明撰文称，台积电赴美投资完全是为了配合美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协助，反而得如此卑躬屈膝地应对各方索取和强悍态度对待。有岛内网友直言称，台积电公司被民进党所害，建给美国人看的。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表示，美国制造业回流不切实际，台积电投资美国没有未来。可是问题就在于，他干了同样的事。美国人不用加班，不用加夜班、值夜班，而台湾去的工程师要值夜班，这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公司在美国的遭遇，当初就预见了。美国的制造业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美国的基础工程建设能力是很慢的。第二个，美国的工人从哪里找？你如果不要外来移民，谁要做？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制造业说要回流，他没有办法。那请问一下，你觉得制造业在美国还有未来吗？我觉得没有未来，放弃吧。值得警惕的是，对台湾地区经济有巨大拉动作用的台积电正在被分蛋糕。岛内舆论担忧，未来台湾地区的产业优势将逐渐丧失。8月20号，台积电首座欧洲晶圆厂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动土典礼。台积电持有新工厂70%股份，合作方德国博世、英飞凌和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各持股10%，预计2027年投产。而早在今年2月，台积电子公司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在日本熊本县菊阳町举行开业仪式。台积电还宣布计划在日本建设第2家生产先进半导体工厂。有报道称，台积电甚至还开始与印度开展相关合作。